最近这段时间，随着顿巴斯地区局势骤然升温，美国主导的北约在军事、外交层面对俄罗斯全面极限施压，北约军事力量越来越抵近俄罗斯西部边境。而刚和普京通完话的拜登，转身就对俄罗斯展开新一轮大规模制裁，包括签署制裁俄罗斯经济任何领域的命令，还连同欧洲、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宣布制裁俄罗斯8名个人和实体，并驱逐10名在华盛顿工作的俄外交官。但事实证明，美国此举不仅是徒劳的，甚至会造成灾难性后果。俄罗斯誓言一定会进行反制，但谁都没想到强度会这么大，普京彻底摊牌了。驱逐美外交官，复述美国大使馆搞事。在16日，俄罗斯外交部就对美国反制制裁发表声明，基于对等原则，俄罗斯也驱逐美方10名外交人员。由于波兰驱逐3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而决定驱逐5名波兰外交人员。俄方还将限制美国务院派出短期借调人员，确保外使使团的做法，并把每年向美方发放签证数量降到10人，并完全禁止美国外交使团雇佣俄罗斯和第三国公民作为行政和技术人员。此外，还禁止美国务院和其他美国政府控制的机构组织在俄罗斯展开活动。此前，俄罗斯多次暴乱、抗议游行都和美国大使馆有关系，俄罗斯正好趁机限制美国大使馆和非政府组织干预俄罗斯内政。局部封锁黑海。同样还是在16日，北约宣称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半岛、黑海、亚速海持续采取军事化行动，打算局部封锁黑海毫无道理。俄罗斯宣布，自4月24日到10月31日期间，对外国军舰在这3个地区临时暂停执行通过俄联邦领海的和平航行权。随后，美军取消2艘军舰前往黑海巡航的任务。俄罗斯此举还不是因为北约连同乌克兰不断在黑海军演，加剧黑海局势升温。抓捕乌克兰领事。在16日，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发布公告称，该局逮捕了乌克兰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领事索索纽可。他当时与一名俄罗斯人会面，试图获得俄罗斯执法部门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数据库机密资料。面对北约、美国、美国盟友等几十个国家的施压，即使被逼到墙角，1天内，普京接连做出3个精准大动作，展现出极大的决心。除此之外，乌克兰国防部还表示，在乌俄边境地区已经集结了11万俄罗斯大军，如果不是这样的强硬，估计早就被西方生吞活剥了。如今中美之间的关系在全世界也算是焦点之一，特别是在美国，在南海开始明目张胆地针对中国。在各种针对中国的政策陆续公布之后，几乎大多数人都认为中美关系是敌对，是竞争。为此，美国拉拢的盟友日本、英国、澳大利亚等国也有样学样的跟着美国叮了当啷的晃荡。而美国近些年极端的打压伊朗，甚至纵容小弟以色列对伊朗持续不断的挑起冲突。所以在鉴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种战略的情况下，很多人也相信，此前中国在和俄罗斯确定双方将继续战略合作同盟之后，和伊朗也签署了25年战略协议，是为了对抗美国施压的压力。所以在这种几乎一面倒的印象中，美国媒体却报道称，在中东，中国不一定是美国的敌人，因为双方的利益有一部分是重叠的，着实令人好奇。美国媒体是如何得出这样的结论的？一边拉中国继续在诸多领域合作，一边为了针对压制中国在台海、南海等地区不择手段的拉踩中国。如今又说中美在中东不是敌人，这一拉一踩的手段使用的还真是熟练。美国又想打什么主意？美媒《战争困境》文章中的大致意思，简单的说就是，中国为了保证在该地区的利益，必须要寻求和任何国家合作，包括沙特、伊朗、以色列等国家。不管这些国家和美国的关系如何，中国是否和伊朗签署了战略协议，其在中东的影响力也无法威胁美国。所以双方或许可以在中东进行相当的合作，这话说的只能说是天真。说实话，不管是在中东还是在其他地区，美国不一定是中国的敌人，但是中国绝对是美国的敌人。站在中国的角度上来说，中国对中东每一个国家都保持尊重，尊重他们是独立的国家，所以大家愿意和中国进行友好外交，并且有贸易往来。即便中国希望中东能保持和平，但是中国绝对不会贸然出手掺和他们之间的冲突。所以美国在中东如何对中来说，除了恶心一点，并没有什么意思。而对于美国来说，一直把中东看作是自己的所属物，中东丰富的资源和绝佳的地理位置，不仅能够帮助美国巩固在全球霸权的地位，也能让美国能够更加顺畅地压制亚欧大陆。所以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之后，对美国在中东的权柄绝对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对美国来说，中国绝对不会是朋友，除非中国放弃发展依附美国，但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事。其实这一点从现在美国拼命的想要压制中国就能看出来了。
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上升，美国霸权的位置就在动摇，这对美国来说绝对不能容忍。当然，也不能排除，说不定哪一天美国就想通了，打压中国和俄罗斯了，说不定世界就和平了呢。据新华网4月19日报道，昨天印度卫生部公布了印度新冠疫情的最新数据，在过去24小时内，印度新增确诊人数已经突破了最高纪录，达到单日内新增26万例的恐怖数据，而且这也是印度新增确诊人数连续都达到20万人。从官方数据来看，自从4月4日印度单日新增病例超过10万例以后，新增确诊人数就一次比一次高，到了15日更是首次单日新增就超过了20万例以上，到了16日单日则达到21万例以上，到了17日更是直接达到了23万例以上，加上18日的26万例以上，印度在4天之内已经达到了超90万人确诊新冠，这是一种多么恐怖的蔓延速度！要说能够比拟印度疫情蔓延速度的，也就只有美国了。去年12月份，美国正在极为混乱的时候，才在短短4天内确诊超过100万例，而此前印度总理莫迪还公开自己打新冠疫苗的视频，并且全面保证印度疫情能够很有效的控制，还表示印度将在8月前就全面实现全民免疫计划，而印度显然也是说到做到，在说完这话后就开始行动，在85天内就达到了1万亿剂疫苗的注册。相比中美公布的102天和89天，印度确实很快，所以印度也一度出现单日几乎无新增确诊人数的情况。但是在印度这样防疫的情况下，印度却依然出现了今天这样的场景。印度这防疫是防疫了空气吗？关于此次疫情肆意狂虐，印度官方公布的原因是新种变异病毒，以至于疫苗保护率下降，但这或许只是一部分原因，毕竟没有合适的环境，疫情蔓延也蔓延不到哪儿去。所以疫情这般肆虐的根本原因，很大部分应该是印度疫情管理失败。首先，自从3月底以来，印度各地区接连举行选举、节日庆典、宗教集会等大规模的聚众活动，甚至有照片显示，印度民众在4月14日还在恒河开展了水下沐浴庆祝水壶节。很多印度民众甚至根本没有佩戴口罩。其次，虽然最近印度确实在实施各种禁令，比如周末宵禁，从周五晚10点到周一早5点，禁止民众非必要不得外出，但周一到周五照样能够外出，这不就是禁了个空气？再则，还有印度民众在接受小杨视频采访时直接表示：“我们不怕，老天爷会保佑我们的。我们想过节，而且过节气氛很好。”所以还有相当多数量的印度民众聚集参与泼粪大战，庆祝节日，认为这能够保证健康和繁荣。或许是出于对国产装备的偏爱，中国媒体一直在宣传歼十战斗机的出口事宜，但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所有关于歼十战斗机出口的消息基本都是雷声大雨点小。但对于伊朗而言，情况或许有所不同，毕竟在欧美的大力封锁下，伊朗能够选择的现代化战斗机种类不多，几乎只有中俄2家。即便是考虑到陪跑竞标，中国的战斗机也必须是伊朗的考察对象。据南华早报报道，自从去年10月联合国对伊朗13年的武器禁运结束后，就有报道传出德黑兰对歼十战机存在兴趣，但是这样的军贸交易从开始就存在问题。有专家指出，关键问题在于伊朗目前无法支付中方美元或欧元等现金，他们只愿使用原油和天然气来交换武器。这样的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对中国企业而言是非常不利的，这意味着大笔现金流的缺失。由于贸易战和疫情的冲击，中国现在急需现金和外币，而石油和天然气目前的价格还在下跌中，以此交换战机是不利的。另一方面，除了歼十 C 外，伊朗也会重点考虑俄罗斯的米格35中型战斗机、苏35和苏30 SM 重型战斗机。从俄罗斯方面也屡次传出了类似的消息，看来并非空穴来风。中国则能提供2个选择，一个是较低调的 FC1 枭龙，另一个则是较先进的歼十 C， 而这2款轻型战机都比俄罗斯的战机便宜。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其实更偏向于推销枭龙，毕竟该战机一直都是外销的主力，不容易引起国际上过多的外交纠纷。根据目前公布的各类消息来看，枭龙的价格仅需要3000至4000万美元，歼十的出口价格约在4000万至6500万美元，而俄罗斯苏35战机的单价接近1亿美元，苏30 SM 单价为5000万美元，米格35则为5500万美元。从性价比的角度来看，枭龙无疑是第一位的，但考虑到伊朗高原、中东地区、波斯湾这样广阔的作战环境，俄制重型战斗机无疑有着更好的运用场景，这一点即便是歼十 C 也无法比拟。从这一点来看，一直传闻的苏30 SM 或许是伊朗的最好选择，毕竟该机价格适中，性能足够，作战半径大，对空对地
对海，性能也非常均衡。其次，俄罗斯和伊朗只隔着一个里海，无论是飞机还是零部件和武器的运输都非常方便。相比较之下，中国的5倍在冲突时期要运送至伊朗就会比较麻烦。伊朗空军曾使用 F-14战斗机，在2伊战争中获得过出色的战绩，而那些王牌飞行员大多数还在军中，因此伊朗空军可以说见过猪跑，也吃过猪肉。在中国空军还缺乏超视距作战能力前，伊朗空军就能在100公里外使用不死鸟导弹击杀对手了。所以，伊朗对于中俄的战斗机必然会有精心的考察和评测，来选择最合适的战机，力图恢复自己昔日空军的光辉岁月。